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在台湾的小安，我是 Casper。那今天这支影片呢，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去巴黎自助旅行的各项花费，还有行前注意事项。那这一集我们就会分成食衣住行这4项，以及迪士尼2天1夜含吃住的费用。那如果有计划要去巴黎的你呢，相信这支影片会对你有所帮助。那我们这一次去巴黎总共是6天5夜，那其中的4天是在巴黎，那2天是在迪士尼。首先呢，先快速介绍巴黎的地理还有热门景点。法国人把巴黎分成小巴黎跟大巴黎，小巴黎指的是市内的20区，那么大部分的热门景点呢都是在小巴黎内，像是凯旋门、罗浮宫、巴黎铁塔等等，这些就是在小巴黎内。而大巴黎呢，就是包含附近的郊区，像是机场、凡尔赛宫，还有迪士尼，就是在大巴黎内。那么在巴黎吃饭，我觉得是蛮贵的，虽然在去之前我们就有心理准备了。那以下呢，我们就分享我们在那边总共花了多少钱。那想要体验道地的传统法餐呢，他们的花费大概会是法式瓜牛14欧，油封鸭16欧，生牛肉15欧。那如果当地食物不符合你胃口，想要来点亚洲美食的话呢，台湾便当一个大约是13欧。那亚洲点心像是台湾车轮饼一个是4.2到4.7欧，日式鲷鱼烧一个5欧。那章鱼烧3颗4欧，一杯珍奶呢大概是5.5欧。那饭后若想要来点法式的传统甜点，像是马卡龙啊、面包等等的，那知名马卡龙店一颗2.5欧。那甜点的部分一个大约是5欧上下，要看它的精致度跟店家名气啦。那如果是面包的话，基本的法棍可颂一个大约是1欧左右。如果是有含口味的面包，一个大约是4欧上下。那么其实也因为吃过没有发现真的是有够贵的，那我想说，那我们就去吃麦当劳好了。应该价钱会比较便宜一点，结果呢，麦当劳也是非常的不便宜啊。在这个影片里面的沙拉加一杯小杯的饮料，这样要10欧，10欧这通常在台湾的麦当劳可以吃2个套餐了。此外呢，我们还要额外单点一个法国的面包加 cheese， 这样一个大概也要10欧，而且根本就吃不饱。这2个加起来，在法国的麦当劳我们花了台币大概600-700块，跟台湾的麦当劳价格相比，我觉得我的心在淌血。所以我建议可以选择含有早餐的住宿，能吃多少就吃多少，或是可以选择有小厨房的民宿，买食材回去自己煮就可以省很多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我想要提醒大家，就是千万不要在观光景点周围的摊贩买食物，真的是会有一种被敲竹杠的感觉。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有一次我在巴黎铁塔附近，那时候肚子饿，所以想说，那我就在它周围的小摊贩买一个面包。然后结账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哇靠，一个竟然要5欧哎，真的是太夸张了。所以我们建议啊，就是如果你要前往这些知名观光景点前，你可以先在超市或卖场买一些面包或饼干在身上。在卖场买一个面包或者是一个点心，大概3欧绝对会有找。那么这次呢，我们是开车到巴黎6天5夜的行程，其中5天全程是用地铁配公车还有走路。如果想要玩遍巴黎市区各大的观光景点的话，交通费用其实加一加也挺吓人的。那么我建议呢，如果要待3天以上的巴黎自由行的话，想要在交通费上面省钱，建议大家可以购买 Navigo 巴黎地铁周票卡。那么这个周卡可以在1周内无限搭乘小巴黎到大巴黎的各大交通工具，也不用害怕搭错要花一笔交通费了。还有像是巴黎版的台湾悠游卡，但是不像台湾悠游卡储值多少扣多少，它这个 Navigo 的周卡是以1周或是1个月为单位，也就是储值1次便是1周或是1个月内的无限次使用。周卡可以使用的期间是每周1到每周日，并不是开通后的7日内做计算。在 Navigo 的周卡使用期间内，可以无限次搭乘大众交通工具，也就是说，一张 Navigo 卡，你可以畅游小巴黎还有巴黎郊区，真的是省很大。那要办理 Navigo 卡，事先需准备的物品呢，有1寸大头照1张，那背面要写上自己的名字。那如果你没有带照片呢，是可以透过快拍拍摄，只是会比较贵就是了。一张空卡工本费呢是5欧，那不可退，效期是10年。我们去年11月买的周票卡一张是22.8欧，不过我们发现啊，今年1月1日起已经涨价到30欧了，真的是涨幅非常惊人。提醒大家，卡片上一定要贴上自己的照片，并且要签名，而且仅限本人使用，千万不可以借给别人哦。因为我们发现巴黎车上的查票很频繁，如果你被查到没买票，可是会被罚款的哦。至于呢，进出地铁站只需在进地铁的时候刷卡。
那出地铁不用刷卡，就推门出去即可。那么除此之外，还有2个小建议。第一个就是我们去巴黎有搭乘塞纳河的游船行程，我们购买的方案是24小时内水上水下，船上有英文的解说。我们非常推荐这个游船的行程，因为在巴黎的知名景点大部分都是在塞纳河边，像是巴黎圣母院、奥赛博物馆、埃菲尔铁塔等等。在船上呢，可以边看巴黎知名的景点，边听着导览的解说，这跟走路旅游的体验真的是非常的不同。我们把购买的网址放在叙述栏，有兴趣的可以参考一下。第二点是，如果你跟我们一样是开车到巴黎的话，千万记得在巴黎市区内开车，汽车要贴排气贴纸，不然被检举会被罚钱。那申办的网站我也放在描述栏。我个人的经验是从申请到拿到贴纸，总共花了1个月的时间。他从巴黎寄到荷兰，那也不要问我知道为什么会有贴纸，也请你不要问我知道为什么会被罚钱。去之前呢，我们上网做了蛮多功课的，其中的第3区、还有第10区以及17到20区这几区呢，治安都会比较差。如果你要前往这几区，千万要小心自己身上的财物，那也避免晚上去这些地方，毕竟我们不是当地人。巴黎住宿真的很贵，停车也很贵。在众多取舍之后我们选的是位在第4区边缘的万怡酒店，平均一晚呢是130欧，整体来说很不错，房间干净，早餐也很丰富，附近的治安也很不错。饭店有免费停车场，不过它只有2个，所以就是先抢先赢。好处是走路5分钟内就有地铁，而且它的对面又有一个很大型的 mall， 那里面呢有卖场还有餐厅，就真的还蛮方便的。从饭店搭地铁到市中心大概是30-40分钟。我把饭店的链接贴在资讯栏，那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看看。来到法国，当然不能错过巴黎的药妆店像是号称全巴黎最便宜的药妆店 CD Pharma， 还有蒙日药局。那在这里呢，你可以买到许多知名的医美药妆品牌以及保养品，而且它的价格几乎是台湾的1半。像我这一次去买了近我1年份的保养品，那总价大概才花了台币3000多块吧，真的是相当划算。而且很棒的一事呢，就是你在结账的时候，你可以跟他索取这个退税单，那就在机场办理退税即可。我觉得巴黎药妆店这可以说是来巴黎必去必买的一个地方。那此外我们还有去了一间法国最经典、有上百年历史的法国国宝级茶叶品牌马黑兄弟，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。店里呢有多达600种来自36个国家不同的茶种，每一款呢它都有提供这个试闻瓶，里面呢有普通包装还有送礼包装。那建议大家，如果你不是要送礼的话，可以选择普通包装，会比较划算哦。最后来分享我们2天1夜在迪士尼的花费，这个价格包含了2张门票，还有住在园区内的饭店，2个人2天4餐吃到饱，总共是725.9欧元。费用听起来真的是有点吓人。那其中的费用组成是这样：迪士尼住宿1个晚上，含双人2天双元的门票，它的费用就是544.14欧。现在的台币大概是17500元。那园内2个人2天共4餐自助餐吃到饱，178欧，大概是台币5700元。那么在迪士尼的花费是整体巴黎自由行的1大半了。其实当初我们也考虑了很久，本来想说1天冲完双园，并且我们要自带食物，后来决定我们要捏下去住园区内。原因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做功课，发现1天看不完2个园区内的秀、游行，还有玩它的游乐设施，还有我们晚上也想要看30周年的闭幕烟火。算一下呢，觉得2天1日双元的门票加上外面的住宿，其实就跟住迪士尼里面的价格差不多了。我们那时候觉得一辈子只会去1次，所以我们就捏下去了。那我觉得捏下去之后换得的体验是一辈子永生难忘的，花这个钱来换取永生难忘的体验，还有美好快乐的回忆，我们自己觉得是很划算的，好过于拿来买一些没有用的奢侈品。那我们非常推荐去巴黎的迪士尼，当然它的价格我知道也非常不便宜。那它每天的入园价格是浮动的，也有分淡季跟旺季。通常呢，它会在冬天比较便宜，但是冬天的缺点就是日照时间比较短。夏天的话，游客多也比较贵，排队就要排比较久。那这些我就不在这个影片说了，有兴趣的话可以看我们迪士尼的影片。那这一次6天5夜的巴黎行老实说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完全不够用，因为我们有超多景点，还有好吃的食物都还没有时间去，所以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再拜访巴黎，因为巴黎真的实在是太好吃、太好逛，而且真的是太好看了。那希望这支影片呢，对即将要去巴黎自由行的你，在这个预算规划上会有所帮助。那也请大家在外旅游要随时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啦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跟大家分享我们去巴黎自由旅行。那以下是我们花在吃的费用。
好，没错，我常来。那以下呢是我们同整呢这一次去巴黎花在吃的费用上面，会很奇怪。对，为什么我到底卡在哪里？为什么会卡？那以下是我们同整花在吃的费用。那以下是我们花在吃的费用。那以下我们同整的以下我们同整的在吃的费用上。那在巴黎吃饭呢，老实说我们都觉得还蛮贵的，虽然说在去之前就已经有所心理准备了。那以下呢是我们同整在吃的花费上。怎么有这个伤？好烦哦！哦，我脚好酸哦。真的啊，我脚麻掉了。我超想去运动。